家乡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最美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乡那是真的美呀！做了6、7年的旅行自媒体，走南闯北，去了很多我曾向往的地方。最近我的家乡道真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就是因为那来自4.8亿年前的珍珠洞，把人美到哭的程度。其实在我的家乡也有很多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在这条碧绿的芙蓉江的两岸，散落着许多避世的村落，宛如世外桃源。而我今天要去的地方，不仅是钓鱼佬的天堂，更像是我心中的桃花源。风里雨里，我在村口等你。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小白，这个是波妞，这个是安妮。迎着风和日丽的天气我又来到了芙蓉江畔的另一个村落回顾一下，我在另外一个村子吃了非常好吃新鲜的土豆，然后还有一只土鸡，特别的香馋死我了。这次呢，我来到了一个我在航拍上面的时候见到的一个村子那里只有几户人家，看着就像世外桃源一样。在那个山的下边呢，就是那一条碧绿的芙蓉江，非常的美然后今天呢，我决定就在这里寻找我们的有缘人，跟着我的镜头一块出发。然后进村的村口呢，在这个位置这个是什么玩意儿有知道的兄弟姐妹们吗？这个可以吃吗？好吃的样子这个村子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一开始来这里的时候我是导航的那个村子，它这个周边是好几个组，都是一个村的然后我到了那个村之后呢，发现特别的现代化就是建设的镇上面了所以呢不是我想要找的地方。于是我航拍飞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在它的左手边有一片古村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我决定先到这儿来闯一场，如果实在找不到，我就去到开始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只有几户人家在那里，非常的美。哇，好多人养蜂蜜叔哈，这养的蜂蜜好蜂蜜哦。一问几多少钱？我们就是来这逛个耍你养了好多蜂蜜7、8桶。老人了不？女人那我也不敢过来，我们再去逛逛。这边的新农村建设它的这个外墙还有瓦都是翻修过的，然后这个村子好像也不大，真正住在家里面的可能就是这马路边上的这几户人家吧。我们往里走看一看我每一次来都是中午时间，刚好吃过午饭的时间点，估计大多数人都出去干活去了。这边的村子的景色还是挺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外墙是统一这样的，贵州遵义这边的乡村统一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咦，鸡哥，这个鸡好小它这个鸡估计只有2斤左右吧，好小一只。老妹子，你好，来逛耍？是的呀，没得好多人在屋头给看到这个桃子树了吗？结了好多果子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来到乡下真的是太有口福了你忙了没在他一开口问我就是吃饭了没有。其实在云贵川渝乡下打招呼的方式就是吃饭了没有虽然常以地无三尺平，天无3日晴来形容贵州，但正是因为这样的气候条件，贵州的春季比其他省份延长许多。这都5月了，山里依旧春暖花开的景象，虫鸣鸟叫的声音非常解压。走在这样的大山里，就连呼吸的空气都香甜了许多。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在农忙时节的乡下，大家都下地里干活去了，想找个有缘人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这是什么鸟的叫声哟，这家还养的有鸭，养的有鹅、鸡，用这么一个院子养的。很多人不知道电报鸡和自己孵化的鸡是什么区别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孵化的。这个自己孵化的鸡，它始终那个味道不一样看一下它有没有人老鼻子，你好。我们拍照的。拍照？对。骆驼。姑娘，安妮呀，你们家养的鹅那些？是的，他们自己的。别个家养的你们那个安逸那么多植物。你们谈谈我知道不领着我。你个人在家？你个人在家？更干净的豆子。干净都在屋头我们拍照过来耍的。从道真过来的。从过来做手的。好。吃饭没有？我们吃过的中午饭。用牲口进来，他们就来。用牲口进来就难得起了。可以。你们那里夏天睡觉要盖铺盖吧？晚上要盖那还是凉快了的呢？
你这个我里面有800斤没得？没得，70斤，它就是毛毛看起多，抱得有鸡娃吗？走着到家头去。抱出来没得？还没有啊，时间没到。看一下啊，母鸡在孵小鸡娃子，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传宗接代，不是电宝鸡。那个叫的那个是哪球球了？晓得是哪子去了，要不就是那个长那个长尾巴给我们去的是山草，红了红了这个啊。哦，山叉呀！嗯，我看到了，就是那个球儿哈。哟，肥瘦了，好多啊！你看，就是这种鸟，尾巴很长的，啊，它那个翅膀展开的时候非常的美。哟，那儿还有一只松鼠啊，这跑得挺快的。那个鸟好像在追它，哎，看到没有？哎，那个鸟和它在嬉戏，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贵州的生态哦，我们老家生态这边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场景，经常会看到那些鸟啊、松鼠啊，我们叫木盆啊，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称呼的？多，你有这个屋头啊，搞起恁个多腊肉，这个看着好香啊！今天才回来，我刚好才落不这条他们走。你从哪里回来？我从大镇。哦，从道真哦。啊。哟，谢谢，感谢。真对了。要得。我是这个农村的市政的啷个？我们就是到处逛个耍儿，无聊。来，这里有时候缘分就是那么巧，要不是姐姐今天刚好回家看二老，我估计啊也遇不上他们一家人。而且他们的热情好客，真的就是那种很自然、融入骨子里的善意。安妮这个死狗，天哪！老鼻子，我们来耍儿的。哦，你抱哪嘛？吃饭没有？吃了中午啊？哦，饭没有吃，就不能煮干，吃就不能煮啊。哦，哦，搞菜了啊？烧火啊？在我都不是我土过，就看见了脚回来已经火过。哦，你是哪里的？我们三桥儿。哦，这个过耍了，我们拍照下来要拍照。啊，摄影师哦，啊。那个怕啥？他躲在下头去的。他了解是的吧？他喝的。哦，他在烧条想，他说我。这幅画面真好，这奶奶也是个很热情的人。它这里有个镜子啊，好老的镜子了，是个喜字哎，上面是个。那是嫁妆吗？以前的？啊，哦，跟鱼儿办的。跟姑娘办的嫁妆。嗯。哦，我给你们照个相。我这个不能再找了，怪不烫我不到。可以洗出来呀。你照的效果有我也不懂。哟，我照的不一样哦。你看我跟别的老辈子照的，哪个老辈子啊？盖一座山过去。特别是奶奶回来问我话的时候，虽然轻描淡写的问我吃了饭没有，但这种善意会无意间的打动你。对于一个出门在外的游子来说，这样的问候和关心其实是最实在的。对于这样的问候啊，我决定给二老好好拍一张照片，作为答谢，也为接下来的晚饭呢做个铺垫。你们把手抓到起嘛？是，哎，对，是你抓到他的手。你抓到我的手是咋？3、2、1，笑一个嘛！好了，我做夜饭里面吃，我去我弄煮草。哦，你那儿上坡球？我早起弄煮草啊。哦，要得。你们休息哈。去忙嘛，你先去忙嘛。要得。我们去逛哈儿。嗯。我一会儿洗了给你拿过来。要得。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那种感觉真的，可能在现场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布景啊，还有布光啊，这些其实都是很考验摄影师的，特别是人文摄影，你要拍出那种比较自然很舒适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这种照片呢。在外面的话，就是阳光啊，光比较大的话，其实你拍出来那照片没有什么质感的。好像家家户户都不在家了呀，这个天气时阴时晴的，但是风景真的是很美。我们看一下这家养的有鸡啊，他这个鸡已经嘎了。安妮，过来！哟，有监控没有啊？我上一回就遇到一个情况啊，就是去别的村子里面，主人家的鸡嘎了，最后我还赔了120块钱。他这个鸡也嘎了。哦，真的不是我干的啊，不是被吓死的。我一来就看到他那个鸡嘎了，走了，赶紧走了，赶紧走了。我去，那个鸡突然就嘎了。哇塞！以前我以为道真境内的老房子都拆完了，没想到这边的老房子还挺多。这一家看着好有感觉啊，就是没有什么人在家啊，环境很好啊，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夏天来这里的话就很舒服。这个一看就是荒废了。哎，这种是什么果子啊？你们看一眼，这不会是桃子吧？这走过去走过来都没有人哦。鸡倒是很多啊，但是我今天不想吃鸡啊。他们这边的鸡个头比较小啊，这种鸡应该也挺好吃的啊。照片打印出来了啊，这3张啊，单独的拍的，然后合影的1张。嘿，你看，姐，你看。哦，我去，不跟我吃片，我少不了片，要得，来，是，拿去啊。有没有钱了？不要，顺带的事情。耶，你刚回来啊？人家回来得巧啊，刚好给你把照片拿过来，看见了？做出来效果还可以，你看。有露不露了都这个。呀，深水那些好大喽。到嘞，谢谢你啊，好心了哈，帮我照起来。哟。不都是照进的哟，你们说好心了帮我照个。我们照的不一样，你照小馆照的，我们是专门，我大学都学的那个。请我水要不？那儿都不起了。难走去。下去噻，这要下去。还有点没回来呀。还有点没背回来啊？打的猪草哦。耶，这个猪也吃得好哎，全是大白菜。姐，我们看答应买只鸡啊，你们啥题整的吃得很不？鸡生我们就不带了，我都请不把给养两包。下面整吃了，你们去？跟那个拿菜老娘给老年人，到了过来他们做活动过来，我去给他们弄去。哦。他给我走了就给我交代，我去给他弄哈。要得要得要得。完了，今天是干不成了。这是他们要去别人家里面吃饭，照顾别的老人，然后呢，这个婆婆还要去弄猪草，然后老爷子人也不方便，这个咋整啊？当我把照片送过去的时候啊，这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个季节的农家菜呀有多好吃。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我今天来的实在不凑巧，姐姐要去照顾亲戚，他们今天的午饭和晚饭呢都会在别人家做客，我也实在不好意思跟着过去，只好就此作别。老辈子，我们都下去喽。我说我们下去嘞。麻烦了哈。不麻烦，两回来你跟他说声我下去了。好。好。谢谢。不行，我们走了哈。完了，这个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谁料到，要是在自己家做饭吃的话，我还好去，别人也好请客。这个真的，哎呀，哟，你们家养鸡那么多假？干了嘛？我们从道真过来。在哪里？照相。哟，你们那个鸡卖不？有啊。好多钱鸡嘛25。 25还算还好，卖不？哪不到不了？卖也觉得你们这里搞吃嘎。你无能就靠我没时间做噻。好嘛。咦，这会儿他们都忙完回来了，还在这猪草啊？宰起那么多？还喂牛啊？哦，喂牛哦。啊。哦，哟，你们那个鸡是买的啊？才买了。那种大的卖不？没有，就是大的这个。要买几公子？我说买呀，等你们啥吃啊，大行不？我们这里说鸡。离开的路上，我也一直在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村民家里买一只鸡啊，再返回爷爷奶奶家中做客，这样呢也更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我这一问村民呢，要么就是他家的鸡不卖，要么就是他们没空打理鸡。无奈之下，我只好开车往回走，然后遇见了这位奶奶。还没整晚饭吃啊？还没有。我看着呢，他们那边哦，你们养的有鸡啊？鸡卖不卖哦，娘？都是些小的要吃啊，吊着胃的给，拥不住他们，还不给他们买去。那你给卖了好多钱斤呢？你们那边？不晓得好些斤了，我就没有。卖得起20块钱斤吧？不止啊。不止啊，30啊？30都没得起。哦。我拿喝水不？你跟他们打两点水吧，得两个磕到起的。就这个瓢壶啊，他两只。你不嫌弃他都行啊。你们喝不？没得有，少点的。也喝一口嘛，谢谢不？你们啥的？我倒针。倒针了。哎，你老伴呢？老伴走了。老伴走了。老伴走了，走了10到10年了。谢谢婆，感谢。啊，谢谢，感谢。你们都小的些，平时没回家啊？在外面了。在外面。你一个人住的？安逸哦，你们这舒服啊。你们这里烧油茶喝吧？我们上每天去习惯烧油茶喝的。你们这没得习惯？我都是没习惯。哦。还有啊，你两个。
票票哭完了。对啊，他磕到起的刚刚，这家伙。还给你们要票的，走走走。不要挡路，他两个磕得心慌。我电视等我转不到一台了。哦，你电视给你调一会儿了。嗯。我帮你整一下嘛。是不是那个 CCTV 仪？给你调下来。那个是调声音的，那里你看哈，减音量，那杆三角键哈，你往上按，它都是假频道，你按下面那杆，它都有倒回来的。其他的你都不用按的，给你调好的。感谢老妈那个。给你们做面条给你们吃。面条啊？啊。你方便不？做面条啷个方便嘛？你个人整吃没得？我没有啊。那就打伙一起整吃嘛。粉我泡起的油，你看你们喜欢吃粉吗？还吃面条？也可以。感谢。喜欢放点菜不？生菜。都可以。你自己吃啦？很简单。很简单啊。哦。你照相吧，老鼻子，给你照个相可以打出来。你看那个，刚刚我跟那个两个耍呀，我跟他的照的这儿。哦，这是那个个。在那边弯弯了。哎呀，那边那点。啊，跟他照的这两张还好，你看。帮我整的面条是嘛，我都给你洗张照片嘛。那点做起很方便。换衣服不？就那个吧，还是换衣服不？哎，你那个也挺好看的。准备哈，3、2、1。你吃我给你下不？我要你们帮你们整出来，我要口菜喝到。应该够了吧？咦，有米粒儿，没事的。这个是高蛋白。那是油渣哈。哎呦，油渣啦！我去，这个油渣好好吃的。今年子我媳妇。儿媳弄的，给你弄的边油。哦，还要得，看你运气好不，吃不吃得到米粒儿。你拿碗2两，哎，我给你挑下。你往你的挑点头来。来，我给你挑，你差点啷够啊？哟，你给他搞那么多啊？你跟个人整起啊？你差点啦，你也要多吃点了，你这个太少了。少点的头。油够的，油是完全够的。我来挑点油渣儿。我们小的时候吃油渣儿没得呀，还抢几的吃。这个不过都熬得浪哈，媳妇她也是熬得。熬得好。过去，以为是给你们两个的。我跟你们讲，它有了那个油在里面，就相当的香啊。干什么啊你？我先吃一点东西垫一下，实在是太饿了，主要是没想到这老辈子一下子就说弄点吃的。很香，真的很香，非常香。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说，你吃什么都香啊。我跟你们讲，农村天然食材，像这个猪油都是土猪，所以它那个油也很香，好像也没放啥，就这油渣一加上，哇，儿时的味道，就是那种味道。特别是这个油渣呀，就是这味儿。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饿的原因，或者是这油真的很香，我几乎啥也没放，就放了盐巴、酱油、醋，我竟然能干了整整一大碗。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啊，我可是最讨厌吃这样的面条的。婆婆，给你照片拍好了，你看一下嘛。可以啊，送给你的不收钱。好看的。麻烦你了哦。你们都麻烦你。你说那些，让我们吃了也走了。好，感谢你，婆婆。把你们麻烦的。哟，你说那些，我吃东西还麻烦你呀，你也说麻烦我啊。好，走了，婆婆哈，拜拜。关于我的家乡，不管发生什么，我也都是真实记录。我既不美化它，也不丑化它。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就是本地人的缘故，好像确实差那么一点味道在里面。我自己拍了很多关于贵州的视频，估计大家也看腻了，可谁叫这是我家乡呢？我就有义务去宣传。不过最后再拍2期内容，我也要换地图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推荐，说不定下期视频就是你的家乡上榜了。